们台州呢，真的是新车辈出，让我有点开眼界，也让我有点惭愧啊，因为之前都没有关注过这边的这么多的车型。那这一台呢，是来自于台州三叶机车的一台叫赛博的150级别的这样的踏板车。那这个踏板车的配置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厂家说这台踏板车的配置在同系列产品里面、同级别产品里面算是天花板这样的存在。那因为太多了，我实在是来不及背下来，所以照着给大家念一下。首先呢，这是一台龙芯150cc 的这种水冷发动机，然后配的是一个博世的电门系统，带有发动机的自动启停，然后脉冲启动，前后呢是正新的龟背轮胎，川南的倒置前减，然后后气囊减震是带2个气罐的哟，然后前后辐条轮，11升的工程塑料油箱，还有 USB 的手机充电口，然后多功能组合开关带背光，还有前后行车记录仪、手把加热，然后双通道的 ABS， 而且还带 TCS， 并且能够手动关闭。还是无钥匙启动的，还有 CNC 工艺的这个车把的压块啊，包括 LED 的大灯，还有高低可调的风挡，还有就是这个原厂自带的一个铝合金的后货架，以及这个 TMT 可投屏的仪表，真的是这个念起来都很长，是不是？所以这些配置堆在这台车上呢，看起来就是很丰富了，而且它的价格你知道是多少钱吗？15880元的一个价格，就是16000块钱，能买到这样一台配置丰富的踏板车150cc 的。那今天的感受呢，其实从静态来讲，这台车现在就是在壳子的完整度啊，还有这个漆水的这种厚度啊，这种水平上来看呢，还是可以的。因为中国踏板看台州嘛，是有这句话，对不对？所以很多踏板车也都是这边的企业代工的。像这个三叶机车呢，其实也给一些别的品牌做代工，这里就不便于说了。但至少因为他们的制造的工艺和整个流水线的这种生产的这种技术稳定度呢，还是可圈可点的，值得一提。整个车看起来中规中矩的，然后做工也没什么毛病。不能说特别的细腻细致，但是整体看起来还是一个完整度很高的车。另外呢，这台车的骑行感受呢，今天小小的试骑了一下，包括在这种路面上，包括在有一些简单的非铺装上面颠簸起来，这个车整个骑行感觉呢，我个人觉得啊，这台车还是现在偏向公路一些的这样的骑行感受。前后避震的紧致程度，还有它的硬度呢，都比较适合公路，还有包括一些小幅度的压弯、跑山、溜溜达达这种的。但是在非铺装上面呢，尤其是颠簸大一点路面的时候呢，减震的这种拉伸的这种感觉呢，会稍微的弱一点，然后回弹顶呢会比较明显，所以带来比较硬的这种跳动这一点感受是不舒服的。但是你速度放慢下来就是还好，就没有特别多的问题了。但一定要控制速度，如果快起来的话，真的会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意外。虽然这个车配备是一个辐条轮，而且是一个辐条真空圈，看起来比较帅哈，但它真的是这个造型上适合你通过一些烂路，而不是让你去征服一些烂路，基本上是要这样的一个感觉。车子呢不大也不小，150cc 的这种级别呢，带动这个车身来讲，稍微动力有一点点不足啊，但是它的初段低扭还是可以的，就是起步啊、短途的这种加速，包括40公里以前的速度的加速还是可以的就是到了高速60以后，这个再加速的这种力量稍微显弱了一点。不过这种城市通勤踏板嘛，这个看你怎么取舍。好处是11升大油箱，在平时通勤的时候呢，可能不用太顾虑这个续航里程的问题。坐等空间呢，也是通过这样的这块的一个电控按钮来打开的。这个座筒里面呢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空间，但是呢放全盔目测来讲，有些特殊盔型的盔呢应该是放不下，3/4盔肯定是没问题的，还能放下一个小包。OK， 这就是这台叫赛博的这样一台国产的踏板车，配置呢是很丰富，然后呢这台车骑起来目前的质感呢是比较扎实、比较稳定的，比这个车看起来更加的扎实。所以这个车至于怎么样呢？我相信你身边很快就有经销商会卖这个车了，到时候你可以自己试试看，觉得它适不适合你日常通勤。